GAMP 是非常强大的照片和图像处理及创作工具，它和 Photoshop 同一级别的，而且它是开源的，也就是说它是免费的，并且有非常好的扩展性和无限的发展可能。它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绘图程序来使用，也可以作为一个高质量的图像处理软件来使用。它还有图像格式转换等功能。它支持数目众多的效果插件。它的界面简洁，对硬盘空间的占用小，有优秀的内存管理，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应用的一个软件。今天这一课，我们讲的内容是 GAMP 在 Mac 系统下的安装和操作界面的介绍，即针对原 Photoshop 用户安装 FotoGAMP， 也就是 Photoshop 操作界面的安装。您可以点击下面的时间点来进入您想看的内容。点击本视频下面的地址连接，打开浏览器，或者我们手动输入 GAMP.org， 进入它的官网。进来后是英文界面，我们可以用谷歌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。好，我们现在它的界面上就有一个下载的连接，这个红色的就是下载的连接。下载，我们点击进入下载页面。进来后呢，它会根据我们的系统有一个提示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是 Linux 还是 macOS 还是 Windows 系统。这里我的是 Mac 系统。好，往下拉一下。这里有两个下载的连接，一个是绿色的，通过比特工具下载，还有一个是黄色的，是直接下载。好，我这里点直接下载，点击黄色的。好，这时会弹出下载的对话框。我们这里有文件名和下载的地址，这里我选择默认就好了，然后点击存储。好，现在下载完成了。点击我们下载的文件，运行安装。好，我们现在把 GAMP 这个程序拖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，完成最后的安装。好，现在已经安装成功。我们现在进入启动台，找到我们新安装的 GAMP.2.10， 点击运行。好，现在会弹出一个安全对话框，我们点打开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GAMP 的程序的主页面。好，关于安装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我们会对页面进行一个介绍。GAMP 分4个区，最上面的话是菜单区，这里呢是各种菜单、文件啊，还有设置啊、编辑、选择、视图、图像、图层、颜色、工具、滤镜、窗口、帮助。好，现在
这个地方呢，最左边，这就是我们的工具区。这里的上边呢，就是列出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工具。这里是工具，是有选择工具，有那个字体、笔刷、橡皮章等等。靠下面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对应工具的属性。我们选择工具时，它的对应属性就会在下面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属性这个参数，对工具进行一个修改。中间区域呢，就是工作区。那这里面我们把图片拷进出来，或者我们自己画的一些图像，在这个里面进行操作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功能区，这里有图层、通道、路径，还有笔刷、图案、字体，还有档案、历史档案等等。我们现在拖进两个图片来看一下它的操作区。好，我们现在随便找两个图片拖进来。它的工作区的话，上面就是我们的有缩略图。好，中间呢就是我们那个操作的区域，这个地方我们进行对图片进行操作。我们注意的话，它有这个4个角，这4个角都有它的功能。看这个4个角，这个位置的话，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功能。看这里可以切换模板，这个用遮罩选中区域，还有配置颜色和不透明度这个角。那最下面呢，就是对我们这个像素啊，也这个尺寸啊，一个说进行一个定义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就是设定它这个图像的尺寸，是大小、放大、缩小。好，在我们那个鼠标移动时，它下面会有一些数据，这里吧，这就是那个位置。好，这里还有文件名称，这里还有文件名称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些说明，单击并拖动以创建新的选区啊，这是我们它有个简单的说明，对我们这是对工具的一个简单的说明。好的，我们再看这个角，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菜单栏，这有个快速的菜单栏。我们不用把鼠标放到上面去选菜单，这里也能选。当然，这里的我们点鼠标的右键，它也能显，它也会弹出选择菜单。进行对菜单进行一个选择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另一个角，这里呢就是一个窗口大小的一个计时的缩放。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已经是50%，我们要适合我们的窗口，就点击这个就行。它会把图片扩展到我们的整个这个操作界面。但是我们操作的话就会方便一点。好，现在就是把我们这个放大和缩小这个，我们已经看了一下。然后这个角呢，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对我们图片进行一个移动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图片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鼠标就会进行一个移动。好，我们再拽进一个图片来看一下。打开访达，再找一张图片，随便找一张吧，把它拽进来。我们拖放的话，记住我们要拖到工具栏这个位置，它会新建一个工作界面。两个图是分开操作的。要拖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拖到的工具栏这个位置。
拖到这个位置。如果我们是要拖到对我们当前的图片进行编辑的，我们把图片拖进来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图片就可以拖进来了。然后我们对图片进行一个移动，然后进行我们需要的编辑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设置，点击我们这上面那个 GAMP， 这里有个首选项，点开首选项，点击的 GAMP 这个图标，然后点击首选项。好，现在就进入我们那个首选项的设置。好，这里有一些，第一个是系统资源，就比如说内存，对内存的大小进行一些设置，硬件加速这些，基本这些的话，就根据个人的需要进行调节。前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默认就好了。这些调试、色彩管理、图像的导入和导出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设定一下，比如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设成一个保持我们原来的配置文件。要不的话，它每次我们拖文件进来，它都会进行一个询问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进行一个设定。我这里的话就保持原有的配置文件。好，现在下面的话是个工具选项，默认的图像。好，网格这些设置，这些我都不去动它了。然后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一个改变。好，这里界面的话，我可以说一下，点击界面的话，这里有可以更改我们的语言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英文，好，你可以保持我们的中文。下面有主题，主题的话就是对我们的界面进行一个改变。然后我们点一下试一下啊，然后这是比较亮的，然后这就亮度更亮了。然后这个是传统的一个界面，很传统的一个界面。我们呢就还是用这个吧，最新的界面吧。好，下面呢还有对主题的图标进行更改，比如第一个，看见没有？我们这里的话就变成了彩色的，看这里会变成彩色的。看第二个效果，好，看到没有？它的图标形式，工具的图标形式就发生了变化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的我们默认的。第四个呢，就是这个就太不清楚了，这个有点暗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那个默认的这个图标。好，下面还有工具箱啊、对话框啊、显示啊、设定啊、图像的窗口设定啊，这些输入设备的设定啊，这些都根据我们个人的需要去可以做一些调节。前期的话，我们就改成就默认就好了。然后它这个语言呢，应该是系统会根据安装时，它会根据我们的系统自动会匹配我们的语言。我们如果需要改动的话，就到我们这个界面这个位置，对我们的语言这个地方对语言做一个改变就好了。这里的话我就不做任何改变了。好，我这里就不保存了。你如果有改变的话，这里一定要保持存。一定要确定，而我这里呢是取消的。好了，这里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设置，还有这个界面，大概的给大家展示了一下。以后的课程呢，我们会一一的比较详细的来介绍各个功能的应用和使用。
这一部分我们主要针对老的 Photoshop 用户安装他们熟悉的应用界面。这个插件叫 PhotoGamp， 点击我下面的连接，进入下载页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在下载页面里面，点击这个绿色的下载连接。好，往下拉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这个下载ZAMP的连接，点击。好，这里会弹出保存的一个对话框，我们选择我们需要的路径，然后储存。好，下载完成以后，我们点击解压。好，现在解压完成。我们双击进入解压好的这个文件夹，然后找到这一个文件夹，双击进入。好，再下一层，双击。好，还有一层。这里面找到这个 config 这个文件夹，双击进入。好，再找到 GAMP 文件夹，还是双击进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了 2.10 这个文件夹，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，拷贝，点击拷贝 2.10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不要关掉窗口，点击上面的前往，上面苹果菜单里面的这个前往，然后找到资源库，点击。好，进来以后呢，我们的这个资源库里面找到应用支持这个文件夹，双击进入。好，在里面我们下拉，找到 GAMP 这个文件夹，好，就在这里，双击进入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里也有一个 2.10 的文件夹，我们把它改名。我们点击改名，重新命名。好，我们随便起个名称，比如说随便起个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刚才拷贝的粘贴过来。好，粘贴项目 ，OK 了。好，已经粘贴完成。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关掉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GAMP， 看一下它的界面效果。看到没有？它的启动界面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已经有点像 Photoshop 了。好，进来以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界面的话，就对于我们老的 Photoshop 用户就相当的友好了。它默认的话是英文的，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改成汉语。我们点击上面的 GAMP 这个图标，点击这个首选项，进来以后，我们找到这个界面，这里可以更改语言。好，我们下拉找到我们的中文。好，找到以后我们点击 OK。
好，现在我们退出，再一次打开。好，现在已经改成中文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帮助信息都是中文的。要显示帮助信息呢也很简单，就是鼠标放到这里不动，它就会弹出一个帮助的对话框，小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安装插件已经完成了。如果这个教程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你点击订阅并点赞，谢谢。